在这个意识拯救美强惨反派的第10年，我曾与冷宫皇子一起吃糠咽菜的卑微宫婢，一跃成为心地圣宠的皇贵妃。我一句想吃火锅，他搜罗天南地北的厨子，只为做出我记忆中家乡菜的口味。姑姑，这辣味够不够？阿寻可是把蜀地厨子都绑来了。我胆小怕黑，他就让3宫6院处处灯火通明。姑姑别怕，璀璨。阿寻给你当一辈子的床头灯。我身染寒疾，不得行房，终身难有子嗣。他为我力排众议，将宗室里最聪明的孩童过继我名下。姑姑，我们会有孩子的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他的爹，你是他的娘。哎，兔崽子游哪里了？我这地方可没奶啊！乳娘呢？快叫乳娘！世人都认为荣勋爱我如命，我与他10年风雨同舟，终得圆满，连他都说得情深意切。我差点信了，差点啊！直到我死在了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。江娘，朕错了，朕真的是错了，你不能丢下朕，你回来好不好？陛下。原著中，美强惨反派荣勋会为了女主白许许，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偏执暴君，最终被男主魏卓万箭穿心而亡。而我来到异世，花了10年去拯救反派，就是为了阻止他黑化，却忘了他本就是白许许的深情男儿。母妃，父王又不回来，父王这个月已经第3回食言了，他不是要教小糯米念书吗？朕这不就来了，还跟你母妃告状呢，小兔崽子。你身上的花香是太师府的凤凰花染的吧？你又去见白许许了。荣勋，如果你喜欢他，我会死的。怎么会？姑姑，是你太小心眼了，你在怀疑我。好，我索性与你说了。起初白许许总在信中与我哭诉，那9000岁魏卓狼心冷肺，油盐不进，伤透了他的心。他在我上世冷宫皇子时给了我一块糖，我知恩图报，自是不能放着他不管。他大大咧咧，不拘小节，我更不必设男女之防，这才常与他饮酒消愁。再后来你却变了，心想那是你幼时就倾心的姑娘，如今登基为帝，9000岁不要她，自然由你要。若他真的与那9000岁断个一干二净，你是不是就想立刻封他为后？这圣旨上可都写好。荣勋，难怪我从来只是个皇贵妃，你的后位早就另有其人。江宁，朕是血气方刚的男人，朕还是执掌江山的帝王，难不成要为了你克制自己的7情6欲，破了那3妻4妾的惯例，连孩子都不能是亲生的，守着你这尊不食人间烟火的观音过一辈子？江宁，朕很爱你，朕可以为你摘星星摘月亮，你说是真心爱朕，为何不能为朕退一步？他是朕年少时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朕只想有一点小小的私心，这都不可以吗？好，倘若我与他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选了他，我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做？不要再任性的威胁朕，就算朕心中有了别的姑娘，你怎么会死？姑姑，你会好好的，会长命百岁，你明知朕最在意的人是你。这是荣勋第一次在我面前自称朕，救赎了10年的反派少年，终究是别人家的深情男儿。可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真的会死。宿主，你的身体已经时不时消失了，你是一时之魂，没有攻略对象的真心就难以存活。在现代，我是个无药可救的绝症病人，穿到异世，我依靠攻略对象的真心续命。只是那天以后，荣勋似乎真的断了跟白许许的交情，一心陪着我与小糯米，任凭白许许如何哭闹，他都不理不睬。我甚至有些暗喜，兴许在他心中，我的分量更重一些。直到我与白许许都被逆贼吊在城墙上，我死在了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。皇帝小子，不废话了，直接走流程。他与他，你选谁？1、2。双许，快救我！我知道你暗恋的人一直都是我。3。老规矩，选不出来就一块扔。
姑姑别怕，阿选给你当一辈子的床头灯。姑姑，我们会有孩子的。姑姑，你会好好的，会长命百岁。你明知朕最在意的人是你。警告！警告！宿主攻略失败，生命体征消散，生命值清零，即将被世界抹杀。静停！原来我10年冷宫风雨同舟，还是不如女主掌心那颗能融化的糖。说什么拯救美强惨反派，他始终是女主的深情男儿。到头来，我只是一个替身，替女主温暖她而已。容雪，若有下辈子，我再也不会爱你了。静是他，原著男主，权倾朝野的9000岁魏卓。他怎么抱着我的尸首哭了？他不是反派的死对头吗？反派死了，老婆都没他哭得这么伤心呢。坠落城墙壁役后，我成了反派早死的白月光，非但没有被世界抹杀，还凝成亡魂，在自己的冰棺旁徘徊不去。姑姑，朕知错了，朕也不知自己为何会不够坚定。那天仿佛有什么束缚住了朕的双脚。你是不是恨朕？恨朕辜负了你的真心，所以连一个梦都不肯托给姑。陛下，斯人已逝，你选了我，皇贵妃死了，就让我代替她陪在你身边吧。哼，坏女人，坏父我，都怪你们害死了我的母妃。母妃，小糯米给你上了好多指甲，不够你就找我呀。母妃，摘下城墙是不是很疼？母妃，摘下城墙是不是很疼？小糯米乖，不哭啊，母妃不疼的。陛下，世人皆知小糯米不是你亲生的孩子，如今他母妃亡故，再留在这宫中也名不正言不顺，不如就让这孩子从哪儿来打哪儿去吧。喂，你们怎么能抛弃小糯米？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是了，他们看不见我，我现在只是一个亡魂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不要你们赶，我自己走。9000岁到！如雪，你能别抱着这个绿茶在旁边哭哭啼啼吗？脏了他的轮回路。小兔崽子，你很有骨气。从今往后，本都做你义父，有本都在，无人敢欺你。义父，世事无常，我以为深爱我的人，在我死后见异思迁，放飞自我，我成了他早死的白月光。我以为厌恶我的人，在我死后焚香叩拜，伏孤成死，倒成了庇佑我的条条星河。哼，魏卓，你真是阴魂不散。也对，朕与你是在朝堂上水火不容的死对头，你巴不得见朕痛失爱妃。爱妃，你也配谈爱这个字？江宁10年与你相依相守，到头来只换得粉身碎骨的下场。他一定不愿在这儿看着你与绿茶在这搭台哭丧。本都今日来，只为给他吊唁，上一炷香。你该不会觊觎死对头的老婆？9000岁，魏都主，就算你不要我，也有陛下要我，还为我放弃了皇贵妃。你今日来，是不是就是吃醋了？你再这样口是心非，小心追起火葬场。是吗？那就祝你们蛇鼠一窝，百年好合。喂，别走啊，魏卓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你怎么嘴巴还是这么毒？回禀9000岁，属下已将皇贵妃的冰棺偷出来了。魏卓怎么偷走了我的棺材？还脱我衣服？干！魏卓该不会是个死变态吧？想不到他是这种人。干！魏卓该不会是个死变态吧？想不到他是这种人。手指动了，太好了！江宁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死。哎，他好像在给我针灸，原来是我想差了，罪过小人之心了。
看来当日你拼尽一身内力护住他的心脉，方使得皇贵妃虽沦为活死人，却仍留有一线生机。只要每日以针灸刺激百穴，悉心温养，说不定就能苏醒。洛神医，那他何时能醒？还望你再仔细诊断一番。或许3年，或许10年，或许一辈子。头一回见你这白发阎王这般低声下气求人，若非你冒着风雨跪上3000长阶，又以10000两黄金相邀，我才懒得下山管这闲事。江宁对你而言就这么重要？她可是心地宠妃，你怎会对死对头的老婆如此上心？人总是等到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。江宁如今已成荣寻早死的白月光，本都只是想着将他救活，当作挡箭牌。哦，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自己。本神医无心插手世间俗事，只是你身上背负血海深仇，这命朝不保夕，谁是谁的软肋，谁是谁的挡箭牌，可不一定哦。就属美强残反派毕业后，我成了活死人。兴许因为魏卓偷走了我的冰棺，我的魂魄终日只能跟在他的身边，无聊时就观察他。传闻中的9000岁心狠手辣，智多禁药，可如今看来却财大气粗，好大一条水鱼啊！9000岁，这活死人啊，除了每日要针灸百穴，好生照料，也得为他破财挡灾，行善积德啊！听说寒山寺最近翻修，你直接给我银子，我给佛像镀金身，省去中间商赚差价。好。喂，你该不会真信了吧？不要啊，这是金闪闪的金元宝呀！我值这么多钱吗？义父，你教我武功，我长大后要替母妃报仇。报仇的事有义父在的，恨可不是你这个小孩子该背负的。本都认你为义子，是想教你如何去爱，而不是恨。你是江宁放不下的人，本都自然也会视如己出。你只需要平安快乐的长大。义父虽然雪发黑衣，看起来十分凶悍，但义父提到母妃的时候总会很温柔。他有颜值，有黄金，有冰泉。我将义父的小主人烧下去，母妃你在阴间也找个这么好的夫君保护你。我的好大儿啊，你也没问人家愿不愿意啊。纵使魏卓对外说辞是将我当作未来威胁荣寻的挡箭牌，可那日他对我灼热的目光与滚烫的泪水却不像作为。男人心海底针，真是看不透难琢磨。依稀记得很多年前，他就住在冷宫的隔壁，一墙之隔，还是个孤僻厌世的小可怜呢。穿到这个意识，系统让我选择拯救美强残反派荣寻。荣寻跟男主是死对头，我跟男主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死对头。但其实敌人去掉一笔就是故人，我与魏卓也有过一段过往。原著中的魏卓其实是前朝的太子，背负亡国的血海深仇，自幼忍辱负重，长大后才成了权倾朝野的9000岁，与当朝新帝荣寻不死不休，与太师之女白许许展开虐恋情深。可在10年前，男主跟反派一样，不过都是孤僻厌世的小可怜罢了。那时的他就住在冷宫隔壁的太监院，我听着他被太监总管鞭打责罚，听着他因为天生鹤发受尽歧视，我心肠一软，就时常为他敷药，送去糖膏，或是将这黑豆与醋熬制成染膏，就能将你这白发染成黑发。以后啊，他们才不敢说你是妖孽呢。真的有用吗？你不会骗我吧？儿时的魏卓对我满是敌意，或许是他身为前朝皇子，放不下那份骄傲与自尊，又或许是他早就因为轻信他人而付出了遍体鳞伤的代价。但终究不过是个孩子，心思单纯，好哄得很。伊凡，我不是妖孽了，太好了，我终于不是妖孽了。真好看，笑起来月牙弯弯，是个浴血可爱的乖仔呢。那段日子，他对我彻底卸下心防，时常黏着我。可随着年岁渐长，他在朝堂上与反派针锋相对，势不两立。而我作为他眼中敌对势力的宫女，自此与他形同陌路，再无瓜葛。
虽说魏卓没了小时候那股乖巧可爱劲，可褪去青涩后，他真像个俊美稳重的男子了。这件好，从没见你穿过白衣，整日里黑沉沉的，多压抑。穿着一身雪白，宛如月下皎雪，衬得人面如冠玉，多么俊美无双啊！可惜你听不见。他怎么真选了这件？他不是最讨厌白色吗？笑得这般好看，与往日那个冷面如霜的阎王模样大相径庭。可惜只有我一人瞧见，若是出了门，不知要迷倒多少女子。天空卫视巨响，系统闪亮登场。宿主，本系统连上电了。系统，你赶紧给我解释解释，我为什么还没有被世界抹杀？攻略反派失败之后，按理说我不是应该魂飞魄散了吗？可我现在身体还在呢，而且神医说我是个活死人，我还能以魂魄的形态飘在魏卓身边。宿主别急，一切都是因为你死后，一滴饱含真心的泪水落在了你的身体上。宿主别急，一切都是因为你死后，一滴饱含真心的泪水落在了你的身体上。静静，本系统曾经告诉过你，你是意识之魂，没有攻略对象的珍惜就难以存活。但森林那么大，为什么一定要掉在偏执反派这棵歪脖子树上呢？你看，现在不就有了更好的人选？谁？你是说？对嘛，县城的男主大佬9000岁魏卓啊，正因他为你留下真心之泪，你才得以续命。只要你多跟他贴贴抱抱亲亲，亲密接触越多，你的生命值就能增加，届时你就能苏醒了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反派的死对头暗恋我。可是我现在都变成阿飘了，他又看不见我，我怎么跟他人鬼情未了，来点亲密接触？你看，我就算亲男主100遍，他也毫无反应啊。亲亲加1，宿主生命值加10，这也行。哎，不对，他怎么脸红了？真是疯了。自我记事起，我就背负血海深仇，无数忠信告诉我，我是前朝太子谢卓。我这一生就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活着，而我隐姓埋名，化形为魏，在这深宫中隐忍蛰伏，以小太监的身份苟且偷生。可我生而鹤发，受尽歧视，师父待我严苛，极尽刑罚。与我一墙之隔的是那冷宫皇子荣勋，还有他的长舍姑姑江宁。那江宁虽是个成日自言自语，呼喊着系统的疯女人，但荣勋却极好。夜深人静时，我甚至羡慕起荣勋。他虽身处冷宫，却还有位不离不弃的姑姑常伴左右，我却孑然一生，一无所有。可那姑姑心肠很好，见我可怜，竟也时常给我上药或是送糖糕。或许我生性敏感多疑，就像习惯了独自舔舐伤口的狼崽，突然有人投来怜惜的目光，这份从未有过的关怀反而让我感到惶恐不安，认定自己不配拥有这份温暖。于是我一次次恶语相向，试图将他拒之千里，而他却一次次不计前嫌，甚至还给我熬了染膏，将我这雪发染成墨发，让背负妖孽之说的我第一次有了当正常人的尊严。也从那一刻起，我对他卸下心防，忽然能看见他身边的系统。也从那一刻起，我对他卸下心防，却忽然能看见他身边的系统，明白了他的救赎之命。我多希望我能更苦一点，好让江宁回头看我一眼，我也需要被救赎。可惜再后来，我青云直上，权倾朝野，成了东厂掌印，是世人闻风丧胆的9000岁。他脱离冷宫，苦尽甘来，成了千娇万宠的皇贵妃。我与他立场相悖，终是渐行渐远。我知道那不是属于我的月亮，可有那么一刻也照在了我身上。若有下辈子，我多想做他的颜上雪，白日里化了就化了，夜里再悄悄凝回，周而复始，岁岁年年，守着他，哪儿也不去了。
没想到就算我如今是魂魄之身，只要与魏卓亲亲贴贴抱抱，我的生命值也能增加。这多好，一步到位，省了七嘴八舌的借口。趁他看不见我，对他做尽羞羞之事。生命值加10，生命值加10，生命值加。哎，怎么停下来了？不练剑了？呼吸也变得急促了。真是不知收敛，没轻没重的，这么摸没有反应才不正常啊！没想到系统出现之后，本都竟能看见江宁的魂魄之身了。哼，竟敢把本都当作续命的药炉，都偏要装作不知。已经整整3个月了，真让你们找个死人都这么难是吗？到底是谁？是谁偷了江宁的冰冠？江宁，你生前朕负了你，你死后，朕竟也没有护好你的尸身，朕究竟在做什么？陛下，看我穿的嫁衣好不好看？你说过要许我世间最好的凤冠霞帔。朕说过这样的话吗？头好痛，又是这种不受控制的感觉，真好看，许许。我过来了，我诈尸了，我看看，我能动了，棺材板再也压不住我了。这3月我可没闲着，带着男主又是亲亲又是抱抱，硬是把生命值刷到了99，终于从活死人变成了大活人啦！哈哈。可苏醒后，我火急火燎就去见了魏卓，想第一时间跟他分享这特大喜讯。然而，我却目睹了一袭嫁衣的女主白许许，正哭得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魏卓，我逃婚了，我想了很久，我们别再赌气了。我要嫁的人明明是你啊！是，这些天我竟然忘记了，男主也注定会爱上女主，谁也逃不开剧情的操控。9000岁，我逃婚了，我思来想去，我们别再赌气了。我要嫁的人明明是你啊！我只是因为荣寻放弃了江宁，选择了我想要补偿他，又想激一激你，才答应跟他成亲。我们和好吧？哼，白许许，我们什么时候好过？好痛！魏卓，你这是往死里刺，你对我动了杀心。你抱了本都一下，所以本都还你一剑。你死了就死了，这是你自作自受。魏卓，你怎如此绝情？你忘了当年我入宫伴读，见你在外偷听，我却从未驱赶你吗？我如此善良，你不该感谢我对你的救赎。白许许，你所谓的救赎，就是撺掇别人嘲笑我是白发妖孽，在假惺惺对我施以援手吗？你谁也不喜欢，你只是喜欢被人追捧，这不是救赎，我见过真正的救赎。本都数到3，若还不滚，本都定取你性命。1、2。是他，江宁怎么活过来了？哼，一定是这个贱人蛊惑了9000岁，才让他对我视而不见。江宁见了本都就跟兔子似的，你还想逃到何处？把你留在我身旁，穿过了疾风骤雨的足。江宁见了本都就跟兔子似的，你还想逃到何处？我刚苏醒，不是故意偷听的。本都与白许许所言，你听到了多少？全都听到了。那本都还可以让你听到更多。本都入朝3年，这是我攒下的俸禄，白银10万两，黄金3万两，城中有名下商铺20，各地地契无数。寒食，我们可以去温泉别院取暖；夏时，我们可以去避暑山庄乘凉。这些足以养你和小糯米一生一世。本都尚未婚配，无儿无女，无父无母，没有狐朋狗友，也没有红颜知己。至于身体，更是健康如初，那方面自然无虞，不像历朝那些掌印太监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。江宁，你知道吗？自那日亲眼目睹你坠落城墙，我的心就像被剜了一块，鲜血淋漓，
也是从那一刻起，我暗暗发誓，等你醒来，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你，我不喜欢白旭旭，我喜欢的人一直以来都是你。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，钟情你是我自己的事情。至于你的答案，来日方长。我们的爱在升温，只愿你人。那一刻，檐下风铃轻轻摇曳，一阵春风拂过我的心，泛起阵阵涟漪。我倾尽10年光阴救赎的美强惨反派，依旧逃不过宿命的安排，爱上女主，放弃了我。我无意间温暖的男主，却挣脱剧情桎梏，坚定不移的偏爱着我，视我如唯一。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。我倾尽10年光阴救赎的美强惨反派，依旧逃不过宿命的安排，爱上女主，放弃了我。我无意间温暖的男主，却挣脱剧情桎梏，坚定不移地偏爱着我，视我如唯一。第一，无锡速图攻略成功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丢了个破烂，捡了个宝贝，真心啊！在这个3妻4妾的时代，本就难能可贵。宿主，是你往日无心的善举，才结出了今日的善果。是他那温柔回母妃，小糯米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，您终于醒了，小糯米好想您啊！好了，小糯米，母妃没事，母妃只是睡了好长好长一觉。小兔崽子，真会挑时候来煞风景。9000岁，方才我给江宁把过脉了，他不仅生机恢复，重焕活力，多年寒疾也得以缓解。本该是此生毫无子嗣的使女命，如今却有了子孙满堂的机会。他命是续上了，人也被你照顾得很好。可你不是要将他当做要挟暴君的挡箭牌吗？什么时候将他这皇贵妃送回皇宫啊？可你不是要将他当做要挟暴君的挡箭牌吗？什么时候将他这皇贵妃送回皇宫啊？本都改变主意了，他日日轻薄我，应当对我负责。他一个活死人，怎么轻薄你？堂堂9000岁，还睁眼说瞎话。你想金屋藏娇，但只是包不住火的。万一那小心眼的皇帝知道了这事儿，这可就撕破脸了。你如今才稳固了兵权，何必徒添麻烦？本都绝不会让他再回到那狗皇帝身边，那才是将他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只要有本都一口气在，谁也别想伤他分毫。本都定护他一世周全。你该不会从一开始就盘算着起兵造反、谋权篡位，夺回属于你谢家的天下？是又如何？这天下本就是我谢家浴血奋战打下来的，如今也该物归原主了。此番谋士，本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或许明日便会身首异处。但在这之前，本都定会为他与小糯米铺就一条安稳之路，让他们余生无虞。陛下，我今日去给9000岁送喜帖，你猜我见到了谁？是起死复生的皇贵妃，她竟假死逃宫，住在了都卓府，与9000岁朝夕相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他们一定是有一腿，她怎能这样不知廉耻的背叛你呢？备马去都卓府抢人。魏卓，别以为你在朝堂上只手遮天就可以恣意妄为，如今你竟敢拐跑了朕的皇贵妃，若是交出来，朕可以从轻发落。若本都不肯的，你不过是个无兵无权的傀儡皇帝，既负真心又优柔寡断，如此本都岂能放心将江宁交给你？朕与江宁10年风雨同舟，我们的家事何时轮到你这个无名无分的外人来决断？那我可有资格？姑姑，你终于肯见朕了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朕的气？那时只是个意外。不是意外，而是宿命。荣寻，你没有你想象中的爱我，你既然能舍我选他，就足以证明你对我的心本就不坚定。你不再是那个当年满眼都是我的青涩少年，而是如今满口虚情假意的野心帝王。姑姑，你听朕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荣寻，你可还记得当年我为你挡了刺客一刀，濒死之际，你牵着我的手，发誓若我还生还，无论我想要什么，你都会满足我一个心愿。今日我且告诉你，
我的心愿是与你恩断义绝，此生不复往来，犹如此发。玉雪球，还是我对你最好，你就应该杀了这个背叛你的贱人。住嘴！白雪雪，朕绝不会放弃江宁。朕根本不爱你，是朕心底一直有个声音操控着朕。容许他。宿主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哦！别看他现在挣扎，那都是因为他曾经心底有过动摇，所以才会被天道意识趁虚而入。他已经被这个书中世界同化，遵循剧情设定了，他有过摆脱束缚的机会，是他不要。所以我也不要他了，为了一绝后患。周巡，回去吧，你有你的白月光，我有我的朱砂痣。你们只许你移情，不许我出墙吗？我如今跟9000岁有一腿，也不想将此事闹大，满城皆知吧。索性就当做那日皇贵妃江宁早就摔下城墙，死得透透的。如今在你面前的是另一个人。姑姑，你选了他，对吗？朕会让你后悔的。周巡，回去吧，你有你的白月光，我有我的朱砂痣。江宁，你今日所言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？想跟你有一腿是真，有几腿就要看将来喽。魏卓，人生苦短，我们试着相处，试着喜欢，试着爱彼此，好不好？好。是这什么？义父，母妃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是这什么呀？小孩子家的，别乱偷听墙角。后来这些天，我与魏卓就像是世间最寻常的夫妻，时而窝在府邸厨房，他挽起衣袖为我添柴烧火，我系着围裙烹制佳肴，柴米油盐的烟火气里满是红尘的味道。时而漫步热闹集市，他紧紧牵着我的手，穿梭在琳琅满目的摊位间，为我看中的珠钗锦缎驻足，三尽千金，只为博我一笑。我在这个世界整整10年，前10年风雨飘渺，朝不保夕，这一刻却终于有了归属感。只是他与荣寻在朝堂上的争斗却越来越激烈了，山雨欲来，似乎要将眼前的美好摧毁。宁儿，其实我一直能看见你的系统，也知你能预测未来，我的结局是怎么样的？宁儿，其实我一直能看见你的系统，也知你能预测未来，我的结局是怎么样的？会名垂青史，会平安喜乐，会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所有的剧情都乱了。魏卓或许不再是这书中世界的主角，可我知道他是我一个人的主角。阿宁，其实我不信命，我只信你，但我很害怕事与愿违。曾几何时，我从未设想过有朝一日你我可以交心托付，世间所有的事都有变数。我能做的只是护你与小糯米周全，这是我毕生积蓄。今夜你带着小糯米离开京都，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就去你最喜欢的江南吧。若我活着，我必寻之；若我死了，就忘了我。魏卓，你耍什么秋风？将我当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娇花，想赶我走？阿宁，等等，魏卓，你脸红的厉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酒不对劲。洛神医，你让我给义父的酒里下的东西不会有问题吧？兔崽子，能有啥问题？天大的事儿，睡觉就成了。没我出手，你的家可就要散了。那夜月色清辉如水，怀中之人温润如玉。魏卓轻唤我的名字，温柔缱绻，我索性顺水推舟，将这瓜强拧了下来。他这般纯情君子，从此便没了赶走我的借口。哼，生米煮成熟饭，我自会对他负责到底。魏卓，
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，等尘埃落定后，我给你一个名分，不许死，给我好好活着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宁儿，我答应你。后来，魏卓暗中召集旧部，发动兵变，一时间朝堂动荡，局势剑拔弩张，一场不死不休的恶战就此拉开帷幕。荣巡的羽林卫与魏卓的军队短兵相接，杀得昏天黑地，京城百姓人人自危，家家闭门不出，街头巷尾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气息。这场硝烟弥漫的战火整整持续了1个月，而我则每时每刻都在心中默默为魏卓祈福，盼他平安归来。而这场残酷的斗争终于落下帷幕，以魏卓一剑穿心，将荣巡毙命于剑下作为结局。魏卓，曾经我自以为冷宫妻子，一无所有，整日活在怨怼与不甘之中。如今方悔悟，我曾拥有过这世间最珍贵的宝物。江宁他待我那样好，满心满眼都是我，是我糊涂，弄丢了他。现在我已无颜再面对他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他。求求你们给我一口饭吃吧，我已经好久没吃饭了。那不是荣巡曾经舍了皇贵妃都要护住的白月光吗？如今真是凄惨呀！荣巡战败，魏卓也将他的残部一网打尽，他这献媚就地的官家千金，自然落得当讨饭乞丐的下场。不，都怪那贱人蛊惑了魏卓，魏卓应该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所有人都该爱我。呸！疯婆子！哎，快看啊，是9000岁回京了！不，如今已经改朝换代，得叫他陛下了。那一天，我站在高楼之上，看着我的爱人凯旋。宁儿，我压不住心头的欢喜，见喜欢的人，自然是用跑的。魏卓，我知道，世间所有阻挡我们白头到老的阻碍，都已烟消云散，往后余生，皆是崭新。处处都是相关。后来，我与魏卓的大喜之日定在2月14，在江南举办了一场水乡汉婚。彼时宾客如云，欢声笑语，共贺良辰。我与他在红船中执手相对，敬拜天地，合颈行礼。媒婆声声高呼：愿我们永结同心，此生不换。素伯，亲眼见证你的幸福，我便安心了。如今这个世界已不再是那循环剧情的书中世界，而是一个充满生机、有血有肉的真实天地。我该走了，后会无期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呀。夫君，你这一卸下朝服就拉我出宫，就不怕那些老臣子又给你上奏折，说你新帝登基却疏于政务，只顾儿女情长？天大地大，自然是夫人最大。夫人不是说自宫里尝过了山珍海味，就爱那红尘中的一抹甜吗？算你过关。这芝麻汤圆啊，还是宁儿，怎么了？唉，让你们夫妻小两口偷偷过2人世界，还好我这个电灯泡跟来了。哎呀，这是喜脉呀！皇后娘娘如今寒疾痊愈，自是苦尽甘来。这吃了多少个芝麻汤圆，想必你们就会有多少个孩子了。好耶！小糯米有弟弟妹妹了，我要给他们取名小猪麻、小汤圆、小。